为什么李莲花让我重新认识程毅，一个老粉的夜聊？用颤抖的指尖代替嘶吼，用疲惫的微笑代替泪雨滂沱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我前2天看到一篇分析莲花楼的稿子里头的一句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一句的时候，我盯着屏幕愣了好几秒，因为这一句几乎把程毅在这部戏里干的所有事全概括了。各位，今天这期不聊热搜，不聊数据，不聊那些花里胡哨的，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一件事，程毅在莲花楼里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，让我这个老粉半夜睡不着，突然想把这期视频做出来。先说结论，回头再慢慢拆。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莲花楼对程毅来说，最核心的不是什么炫技，不是什么爆发力，是一个字：减。减表情，减台词强度，减肢体幅度，甚至减呼吸的频率。听起来很简单是吧？演员吗？少演一点不就行了？不是的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加法谁都会，喊出来，哭出来，扑上去，观众一眼能看见，哦，这演员在用力了。难的是减法，减到观众看不见你在演，但又能感觉到底下有东西。这个 level一般演员是 hold 不住的。凭印象说啊，别太当真，我这些年看过的戏里头，能在30岁之前就敢这么收着演的男演员，真的没几个。好，重点来了，我今天不打算把全剧每一场戏都拆一遍，那种视频网上有的是，我就只挑一个点，一个0.5秒的镜头。李莲花在剧里有那么几场戏是要回忆起李相夷的过去的，具体是哪一集哪一分钟我得查一下，反正老粉应该记得，大概就是那种他一个人坐着，旁边没什么人，眼神突然就飘了的瞬间。你注意看他眼睛，不是抬头望远方那种，也不是含泪那种，是垂眸，眼睑半掩，焦距虚一下，然后就那么0.5秒回来了，就这0.5秒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换一个外放型演员来演这场戏会怎么样？大概率是抬头望天，眼眶慢慢红，可能还配一滴泪。观众一看就 get 到，哦，他再想过去。但程毅没这么干，他选了垂眸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角色的设定就是藏。李莲花这个人，全部的人生哲学就是，我不能让你看见我在想什么。一旦让你看见了，这个角色就崩了。所以他不能抬头，抬头是露，垂眸才是藏。但他又得让观众知道他在想。怎么办？就靠那个短暂的失焦，焦点虚一下，再回来。这个动作在生活里我们都做过，发呆刚结束，思绪刚拉回来的那一刻，极其日常，极其真。我跟你讲，这种细节是没法靠运气拍出来的，这是演员自己在镜头前做的设计。啊，对了，我得先说一个背景，不然你听不懂这个动作有多难。你知道吗？这种短暂失焦的眼神戏，在表演课里其实是很高级的训练项目。因为人眼是不受意识完全控制的，你越想演出失焦，你的眼睛越聚焦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演员演走神是演不像的，要么瞪着，要么彻底闭眼。行，拉回来。我之所以要插这一段背景，是想告诉你，程毅这0.5秒是真功夫，不是导演调度调出来的，是他自己的肌肉控制力做到位了。慢工出细活，说的就是这种地方。说回这个事，光说眼睛还不够，再说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声音。李莲花的声音跟李相夷完全不是一个声音。李相夷的声线是亮的，是脆的，是带韧的；李莲花是低的，是钝的，是带陈灰味儿的。这个差别说出来，你可能觉得哦，演员配音不一样吗？不是，是同一个演员，同声带自己调出来的，而且不止音色，是节奏。李莲花说话有一种独特的揽劲儿，每个字之间多停那么一拍，这一拍就是他全部的人物状态。我累了，但我还活着。更狠的是，你仔细听他的呼吸，李莲花的呼吸是刻意拉长的。中毒那场戏更明显，他不是大口喘气，是那种压着的，
断续的，努力控制着不让别人察觉的呼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用呼吸眼病，用呼吸眼克制。用呼吸眼，我不想让你担心。老粉应该记得，他之前演司凤的时候，呼吸节奏完全不是这个 style。哎，说到司凤，这里我得停一下，认真说几句。很多文章喜欢把司凤和李莲花拿来对比，说什么从外露到内敛，从浅到深。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，不是说这个观察不对，观察是对的。我不喜欢的是那种对比的姿态，好像演员的过去要被新作品否定一次，新作品才显得珍贵。不是的，司凤和李莲花对程毅来说不是对比，是台阶。司凤那个时候那个角色就需要外放，爱得轰轰烈烈，痛得撕心裂肺，那是司凤这个人物的设定要求。如果当时他演司凤也减法，那才是错的。换句话说，司凤那个阶段他做的是角色需要什么我给什么。到了李莲花，角色变了，需求变了，他把自己之前的表演习惯，那些观众已经熟悉的程毅的表演肌肉记忆全部放下，重新建一套。这不是从浅到深，这是从一个对的台阶迈到下一个对的台阶。这个判断我是从他大概2019年不对，是2020年开始追他作品的时候慢慢形成的。我查一下，对，是2020年。从那时候到莲花楼，这是个长期的过程。一个演员怎么从流量小生这个标签里走出来，不是一部戏的事，是好几部戏铺出来的路。顺着这个思路，咱们聊点更大的。巨抛型演员这个词，最近这2年提的很多，但说实话，真正能配得上这4个字的人，凤毛麟角。巨抛型演员是什么意思？是观众看完这部戏，记住的是角色，不是那个演员。是李莲花，不是程毅演的李莲花。这个 level 难在哪？难在演员要赶在新角色里丢掉自己之前积累的东西。粉丝喜欢你某个表情，你下一部戏不能再用了。观众记得你某种台词节奏，你下一部得换。这是反人性的，因为粉丝认你，市场认你的，恰恰就是那些已经成功的表演习惯。让一个演员主动放弃他验证过的招式，这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清醒。走的是大棋，这一步不是为了莲花楼一部戏，是为了他往后10年、20年的演员路。而流量小生这个标签，这只是个人推测，我觉得从来就不是程毅自己选的，是市场早期对一批年轻男演员的粗暴归类。脸长得行，有点热度，好，归到流量这一栏。这个标签最大的伤害不是别的，是他让外界默认你只能演到这个程度。程毅做的事情是亲手把这个标签撕下来，不是靠喊话，他从来不喊，是靠一个又一个角色把那个标签从他身上一点一点磨掉。行，我先把这个说完，再说一段私心话。我承认，作为他的粉丝，我有偏爱。这期视频里的判断，我尽量做到公平，但我没办法假装我是路人，我不是。可是反过来说，也正是因为是老粉，跟着他作品一步一步看下来的，我才更能感觉到莲花楼这部戏对他的意义。这种感觉，路人观众可能要追到他下一步、下一步，等他的巨抛成型，才会回过头来意识到。而老粉是同步在场的人，懂他的人会懂，这种坚持值得被看见。最后，我想把开头那句话再说一遍，但是改一个字。原话是：用颤抖的指尖代替嘶吼，用疲惫的微笑代替泪雨滂沱。我想加一句作为今天的结尾：李莲花不是程毅最好的角色，他还会有更好的。但这一次，他第一次让所有人看见，他是一个演员。今天这期就到这。